你在店里卖卡牌的时候，顾客怒气冲冲：“老板，这张卡是你们店卖的吗？”你看了眼，是一只头戴面罩、拿着火铳的哥布林。没错，他是出了什么故障吗？面前的温雅贤十分激动，不是故障，是整个王都魔法学院的卡牌体系都被这张卡给打乱了。仔细一看卡牌介绍，悍匪哥布林，蓝色品质阶级1，效果是当该召唤物对敌人造成伤害时，优先将造成伤害改为强制夺取对方一件道具。你想起来了，前段时间的确量产了一批哥布林卡，然后卖给了一个旅行商人，没想到这种普通卡牌能引起这么大反响，真正阴间的那几张还没拿出去卖呢。摇摇头，既然这样，你多带几张不就行了吗？打不过就加入呗。温雅贤十分抓狂，谁会带那么多一阶卡呀？这店员一看就不懂魔法卡牌，这卡真的很恶心，抢到什么全看运气，运气差可能只是抢到对方兜里的糖果，但运气好可能会把整个决斗盘都给抢过来。带了吧，浪费卡位；不带又少了威慑效果，还可能被对手恶心到。这是什么？内卷？你耸耸肩，那你想怎么办？温雅贤迟疑片刻，你这有配套的哥布林体系卡组吗？诶，还真有，我推荐你买这张2阶卡哥布林警长，请看紫色品级阶级2，效果是当身边有悍匪哥布林时，该召唤物会获得悍匪的效果，而且额外召唤出2个悍匪哥布林。备注：警长只是我的兼职，悍匪才是我的本职。温雅贤的表情是这样的，我知道你们都想说什么，那就弹幕一起走一个吧。他是真的惊了呀！一回合拍出4个悍匪哥布林，对手的裤衩都没了吧？当场拍出一袋金币，我买了。最起码这张阴间卡不能落到别人手里。成交之后，温雅贤很好奇，能让我见识一下你们这里的3阶卡牌是什么样的吗？你疑惑了，我们这里没有3阶卡卖，怎么可能啊？这里的卡明明都那么强烈哦，因为我暂时还做不出3阶魔法卡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他是精了呀！要知道，普通炸卡师得到了5、6阶以后，才能回头做出1、2阶的稀有卡牌，例如蓝色稀有、紫色史诗。可这家伙做出来的那批悍匪哥布林全都是蓝色稀有品质，你就做不出白色普通卡牌嘛？毫无疑问，你是真正的天才，而且做的卡怎么说呢，就很怪，容易把整个环节打乱。他咽了个口水，试探性问道：“话说，你这还有法术卡卖吗？”哦，你等等。片刻后，一张蓝色品质卡递了过去，氢气爆炸，阶级2，效果是造成猛烈爆炸，不受施法者魔力属性影响。这张卡大概比3阶火魔法伤害略高，但缺点是法力消耗略高于普通2阶法术卡，施法时间比较长。这不符合法术卡的原理，伤害越级，而且不受施法者魔力属性影响。你摇头，这叫科学？听不懂？那这张卡的制作一定很复杂吧？你耸耸肩，很简单，2阶电技术加1阶水球术和1阶火球术，多实验一下就成了。完全听不懂，但他还是把这张卡买下来了。本能告诉他，这卡就算没用，也不能落到别人手上。这时你开口，话说这位小姐，你刚说你是王都魔法学院的学生是吧？我刚好打算去参加你们的入学考试，不知道雇你护送我到王都需要多少钱？温雅贤微微一笑，我不收你的钱，就当是交个朋友。这小灰毛一看就前途无量，以后定能成为制卡大师。等你备好行李，小腹语重心长，小凡呐，千万别在学校用你那几张法术卡，特别是什么催眠气体、剧毒地钉、氢气爆炸，还有你那身装备和召唤物，会被人误会成叫祭司的。可别还没毕业就被关进王都的监狱里了。你摆摆手，放心吧，老爸，我现在下手已经知道轻重了。1周后，你抵达了王都幽冥魔法学院，要报名的是骑士院。经过你的研究，骑士院有着最少的必修课和最大的自由度。温雅贤疑惑，可这里主要考验的是体术，在骑士院的入学考试中，考生最多只能使用1张召唤或者法术卡，虽然对装备卡没什么限制，但你为什么不选炼金院呢？你自信满满，放心吧，我的制卡老师说过，虽然我战斗很菜，但阳间人没几个人单挑搞定我的。很快，在顺利通过笔试和属性测试后，一个男人走了出来，我是你们主考官林修元，也是骑士院的教授兼副院长。本次考试主题是生存能力。说完，恶狠狠扫视一圈，他内心暗笑，每年考试都会有不少不具备武者资质的学生偏要考骑士院，往往动机都是什么？让你见识下近战法的厉害，我是狗王，全身半甲，你和我的召唤物慢慢打之类的。今年我亲自压阵，让你们这群投机取巧的法师无所遁形。哦对，角落里那个小灰猫弱不禁风的一脸法师样，抓的就是你这种人。考试后开始，不在现实世界，而是大家的意识都被投射到影视界，所以当然不会有生命危险。当然，考官的属性也会被限制为4阶，且配备统一的4阶白色装备卡。很快，广播声响起，请114号考生萧凡进入考场。你伸了个懒腰走进传送门，下一秒就到了一片大草原上。观察了下，考官在500米开外，靠近还有一段时间，于是取出2张装备卡。下一秒，一顶机器皇冠在头上，一个诅咒娃娃挂腰间。与此同时，场外不少考生注意到了你的情况，这小子好倒霉，别人的场地都很复杂，到他直接就是平原了。哎，你们看，是林修元副院长亲自出场，这小灰猫肯定完蛋了。很快有人惊讶发现，不对劲啊，这小子的装备卡怎么是紫色品级的？难道是富二代？说话的同时，导播也很贴心的展示出了装备卡的效果，
诅咒娃娃聘级自色史诗，攻击杀伤0，效果是将自身所受到的0.5%伤害返还给对方，且返还200%真实痛觉传导，痛苦王冠。紫色卡效果是装备时自身痛觉增加300%，并且获得一次缩写效果，冷却时间720个小时。这2件装备组合到一起，6倍痛觉返还。但很快也有人发现了滑点，这个战术虽然很阴间，但很可惜，投影世界里只有1/4的痛觉，而且考官意志力无比坚韧，他根本恶心不到强大的考官。另外的人说就是，而且这个装备制卡时脑子也有问题，明明反伤率更重要，可却把性能都分配到了反馈痛觉上。也有人表示看起来缩血作用极大，但冷却时间太长，谁愿意一直带着一件3倍痛觉的东西被人打出濒死状态啊？而且完全没有防御力加成。与此同时，投影世界内，灵修员冲到面前，他愣了一下：“小凡，你的武器呢？”你晃了晃娃娃，在这里啊。灵修员十分无语，果然又是个想要投机取巧的法师嘛。深吸口气，虽然很抱歉，但希望你明年能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院校。说罢，一剑挥出，结束了。可下一秒，一张魔法卡牌出现在你手上，与此同时，黑雾不断涌出，将周围笼罩。一个男人从黑雾中显现，茫茫大雾是我无穷无尽、无边无际的哀痛。观战的考生们纷纷惊呼：这特效难道是传说卡牌？入学考试带橙色传说，太过分了吧！很快，这张卡的属性被贴到了大屏幕上。破败诗人，橙色传说品级，阶级1，效果是通过魔性的诗篇干扰敌方所有生物的心智，实际感受到痛觉增加1000%。太痛了！此时，灵修的斩击已经抵达了你的胸膛，你嘴角上扬，确实结束了。3张卡的效果叠到一起，合计60倍痛觉反馈，就算削弱到这1/4，那也有15倍。下一瞬间，你被击飞出去，锁血发动，勉强抬起头，真痛啊，感觉胸骨都破碎了，但确实结束了。另一边，灵修院副院长的表情是这样的。口吐白沫倒在地上，失去意识。与此同时，系统发出了提示：影世界通关，用时57秒，达成特殊条件，击败考官，获得 S 级基础评价。特殊通关条件下，剩余时间29分3秒，额外加分，最终得分为114514，评价 SSS。考生们纷纷发出惊呼：这是哪个异端制作的流氓卡？骑士院今年接到鬼了呀！好啦，阴间卡组的故事到这儿就第1集结束啦。本系列为泡面番仅做推荐哦，对后续还感兴趣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下载刺猬猫阅读 APP 自行查阅哦。搜索阴间卡组，第一个就是了。目前进度对应原作第7章，从这儿接着看就行。现在原作一共有400多章呢，足够一口气看到爽啦。本作是一个超有意思的卡牌故事，主角的各种阴间 combo 让敌人各种难受，血压飙升，可以说是十分有看点的。那么我是卓卓，我们下个系列再见。